在现代社会纵横交错的人际网络中，老实人仿佛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悖论漩涡。他们被大众广泛认可为可靠、值得托付的群体，然而在实际交往的场景里，却常常难以获得与之匹配的尊重。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，交织着人性深处的复杂博弈，和社会规则的隐形较量，以及多元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。在办公室这个微观社会中，老王这样的角色并不鲜见。他总是默默揽下额外工作，面对同事的请求从不轻易拒绝，久而久之成为了团队中最受欢迎的存在。大家喜欢他的好说话，习惯了他的无私付出，将他视为团队里温暖又安全的存在。但当晋升机会来临，众人的目光却不约而同转向那个敢于表达、善于争取的刺头小李。这种场景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人们对老实人的喜欢，往往建立在其安全无害的基础之上，而尊重的产生却需要更为复杂且多元的价值支撑。职场晋升之路对老实人而言，仿佛隔着一层难以穿透的玻璃天花板。某省组织部历时数年的跟踪调查数据令人深思。那些专注业务、踏实肯干的老实人，其晋升速度平均比所谓的复合型干部慢 3.8 年。程序员小林便是典型例子。他日夜埋头于代码世界，却因不擅长展示工作成果，连续3年薪资未涨。反观同事小陈，凭借主动争取资源、巧妙包装项目的能力，短短几年便实现了职位的跃升。这些真实案例印证了一个职场规律：在竞争白热化的现代职场环境中，单纯依靠老黄牛式的埋头苦干，往往难以突破晋升的重重阻碍。婚恋市场的数据同样折射出老实人的困境。某大型婚恋平台的调研显示，老实人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，匹配周期普遍更长，且情感关系的建立更多依赖个人综合能力，而非单纯的性格特质。在家庭生活里，过度忍让、默默付出的一方，常常承担着远超他人的责任，却往往被家人视为理所当然，甚至遭遇情感上的忽视，陷入付出与回报失衡的情感困局。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深入剖析，我们能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认知偏差。老实人因害怕冲突，面对不合理要求时总是不断退让。这种行为模式在心理学中被称为登门槛效应，即接受小请求后更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。职场中频繁帮同事代班的员工，最终可能被贴上便利贴的标签，承担远超职责范围的工作，陷入道德绑架的恶性循环。同时，老实人过度重视规则，缺乏变通的思维方式，使其在竞争中陷入规避风险的心理误区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性格内敛的老实人在面对利益抉择时，更倾向于放弃既得利益，而非主动争取。这无疑加剧了他们在社会竞争中的劣势。现代社会的评价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，功利主义与丛林法则大行其道，实力与锋芒成为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。老实人因不擅长自我推销，其贡献往往被严重低估。某央企的内部数据显示，主动争取资源的员工项目成功率
比老实人高出47%。这种差距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慕强的心理倾向。在利益分配的博弈中，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现象时常上演。过度妥协的老实人往往成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。例如，拒绝帮领导侄女插队办证的科员遭到边缘化，而懂得适度妥协的干部却获得晋升机会。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。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，也是造成老实人困境的重要因素。在传统文化中，老实曾是备受推崇的高尚品质，强调笃实诚信。明代思想家吕坤曾言：“实言实行实心，无不服人之理。”然而在现代社会快速变迁的浪潮中，这种传统价值观与激烈的现代竞争逻辑产生了剧烈碰撞。老实人的处事方式常常被误解为不懂变通，同时不同代际对老实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。跨文化研究显示，老年人更倾向于接受直接的诚实，而年轻人可能更容忍善意的谎言。这种代际认知差异，使得老实人在人际交往更容易陷入误解与困境。老实人面临的困境，在个体、组织和社会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个体层面，长期遭受不公平对待的老实人，可能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，认为自己无力改变现状。这种消极心态不仅影响工作效率，还可能引发抑郁、焦虑等严重的心理问题。许多老实人陷入道德完美主义的枷锁，认为必须无条件帮助他人。这种圣人情结使其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最终导致情绪耗竭。在组织层面，老实人的默默付出若长期被忽视，将导致组织内部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现象。某互联网公司的实践表明，过度依赖老实人承担基础工作，会抑制团队的创新活力。当投机取巧者大行其道时，组织文化将被扭曲，信任基础遭到破坏。某金融企业的审计案例显示，过度容忍聪明人的钻营行为，最终影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。从社会层面来看，老实人长期吃亏，会引发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质疑。某省纪委的案例表明，当坚持原则的老实人被边缘化时，民众对制度的信任度会显著下降。当老实与吃亏画上等号，将诱发更多人选择投机而非诚信，对社会的道德基石造成严重侵蚀，引发道德滑坡的风险。要打破老实人的困境，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突围。在认知层面，老实人必须打破固有思维定式，清晰区分喜欢与尊重的本质差异。喜欢源于情感偏好，而尊重建立在价值认同之上。正如刘震云所说，永远不要让你的筹码只剩下老实和善良。实力与原则才是赢得尊重的关键。同时，老实人要破除道德绑架的迷思，学会区分责任与义务，避免将他人的期待视为必须履行的义务，关注自身合理需求。能力提升是老实人破局的关键。在职场中，专业能力是赢得尊重的根本。程序员小林通过主动展示工作成果，成功逆袭，成为团队核心成员。这一案例证明扎实的专业功底能够打破老实人的刻板印象。此外，
老实人还需学习有效的社交技巧，如三明治法则，先肯定对方，再委婉拒绝，最后提供替代方案。在维护自身边界的同时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某公司推行的情绪5分钟制度，通过定期沟通提升团队协作效率，为老实人提供了可借鉴的社交模板。在策略运用上，老实人要掌握边界管理的艺术，设定明确的心理边界，拒绝不合理要求时，可采用替代方案策略，既维护自身权益，又展现合作诚意。神经科学研究表明，适时拒绝能使杏仁核压力反应降低 42%， 对心理健康大有裨益。同时，老实人要学会将隐性贡献转化为显性价值，如行政小李通过整理部门流程优化手册，解决跨部门推诿问题，获得高层认可。这种将日常工作系统化、成果化的方式，能有效提升职场可见度。制度保障也是改善老实人处境的重要一环。企业应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，避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不公平现象。某审计厅优化晋升机制，让踏实肯干的老实人得到重用，为其他组织树立了良好榜样。在社会层面，媒体和教育机构应加强对新型老实人的宣传，强调实力加原则的价值。老实人的困境本质上是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规则激烈碰撞的产物。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，单纯的善良与诚实已难以应对复杂的人际博弈。真正的破局之道，在于将真诚化为铠甲，用策略为善良护航。心理学家卡罗尔·德维克的成长型思维理论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将挑战视为升级的机会而非威胁时，就能突破老实人的认知牢笼。愿我们都能成为带刺的玫瑰，在保持内心真诚的同时，学会用智慧与锋芒守护自己的价值。在这个既需要温度又需要硬度的世界里，赢得真正的尊重与尊严。